这期视频为您带来毛子的防空导弹 Kruaz 260B 牵引的 S300 PMU 小场景的制作过程与成品展示。S300 防空导弹是苏联金刚石中央设计局和安泰研制与生产联合体于1965年研发的射程超过150公里、射高在25到30千米之间的第3代防空导弹系统。最初型号于1977年装备，1981年服役，发展出了 S300P、S300V、S300PMU 等多个型号，具备反巡航导弹、战术弹道导弹、飞机等多种功能，可以同时攻击多个目标，可适应从超低空到高空、近距离到超远程的全空域防空。S300 防空导弹的搭载平台有改装 T80 坦克的履带式底盘、麦字543 8×8越野的卡车底盘、Kruaz 260B 牵引的 5P85T 发射底盘。这次制作的是 Kruaz 260B 牵引的外贸版 S300 PMU， 使用的板件是小号手的85511。为模型添加的补品有 Quinta Studio 的 Q23535， 有驾驶室地板、挡泥板的 3D 水贴 QD35159，3D 打印的油箱盖、挡把、雨刮器等小零件，仪表、车标、尾灯、牌照的 3D 水贴。小号手这盒模型的质量在他家的产品里算中等水平，飞边高低落差很少，脱头的组合度不错，发射车一般，导弹支架较差，整体工作量较大，独一份的型号没有竞品。喜欢这个题材的小伙伴可以无脑入手。进入制作过程的讲解，开始速组，先从脱头的底盘做起，制作发动机。发动机细节不错，看结构应该是一台带涡轮增压的 V8 发动机。制作发动机前部的水箱散热器，制作变速箱、分动器，将变速箱安装到发动机上，夹组水箱散热器和发动机，看下效果。制作大梁，安装拖挂装置，夹组发动机和分动器到大梁上看下效果。安装前保险杠，安装转向柱，安装后轮减震器，安装前桥，安装转向节，安装排气装置，安装后桥，安装第二个后桥，安装后轮轴。制作外挂油桶，10克片的油桶固定架是制作中难度最高的步骤。打印件替换安装外挂油箱的盖子。制作发动机上的空滤，制作备胎支架，制作驾驶室，制作座椅，为了方便 3D 水贴仪表的铺设，用笔刀切除仪表台上的凸起，再用电动工具打磨对应位置。制作方向盘，用 3D 打印的挡把取代原件，夹组看下效果。将仪表台安装到带前风挡框架的车体上，夹组地板与驾驶室后部，缝隙过大，对地板进行打磨。用 3D 打印件增加车顶内部的细节。驾驶室后部外侧安装 3D 打印的灭火器支架。用 3D 打印件替换原件的车门外侧把手。安装车门内饰。安装机舱防火墙上的小零件。制作前翼子板。
组装前机舱，开始给拖头的内部上色，所有零件喷涂黑色水补涂。土黄色喷涂大梁，备胎支架，后挡泥板，外挂油箱，工具箱，分动器，传动轴，发动机盖内部，灰色喷涂发动机，水箱散热器，风扇，深灰色喷涂驾驶室内部仪表台，地板，驾驶室后部，车顶内部，车门内饰，座椅，方向盘，油门刹车踏板，发动机空滤。喷涂完成后，用浅一些的灰色干扫驾驶室内部的零件，制作高光效果。给仪表台内部贴 3D 水贴。圆形仪表是单独的水贴，而且是光泽面，带有反光效果，非常不错。用 3D 水贴给驾驶室地面铺地板，水贴质量很好，与地面严丝合缝。组装驾驶室内构，安装挡把、油门刹车踏板、座椅，将地板与前机舱组合安装。安装方向盘，安装驾驶室后部，夹组车门，让驾驶室后部、车门、前机舱保持严丝合缝的角度。胶水干燥后，拆掉车门，安装玻璃透明件。这里的点胶要控制量，胶水多了有可能污染透明件。胶水干燥后，安装车顶，给玻璃贴板件自带裁好尺寸的遮盖胶带，这不仅在涂装时遮盖透明件，也在涂装前的速组中保护透明件的外表不被划伤。安装车顶上的车灯，制作安装车门上的反光镜，对应颜色笔涂发动机，水箱散热器，风扇，大梁上安装分动器，传动轴，大梁两侧的外挂油箱、工具箱，安装后挡泥板，大梁安上轮子，扣上驾驶室。拖头速组完成，制作发射车。发射车的外壳是单独的一个大零件，安装底盘上的零件，安装导弹发射架的液压支撑杆，制作发射车底盘大梁，将底盘大梁安装到外壳上，安装支腿，选择发射导弹时的展开状态。制作发射车的后轴，将后轴安装到大梁上，继续安装支腿，安装底盘上的拖拽环、蹬车梯、挡泥板，安装前部的竖梁，安装两边的把手开关，制作发射车前端的设备支架，线轴、设备，油箱、工具箱，组装这些零件。将设备支架安装到发射车上。
安装把手，安装灭火器，制作导弹发射架，组装发射架前后两端。组装发射架底端液压杆的支架，组装发射架的主梁，这里已经上夹子了，说明组合度很差。制作发射架顶部的零件依然需要上夹子。将液压杆支架安装到主梁上。这块是活动的，不需要粘死零件。安装发射架的前后两端，安装发射架上的小零件，安装发射架顶部的零件。制作安装发射架前后两端滑轨底部的蚀刻片零件。制作安装发射架尾部的蚀刻片零件，制作安装发射架滑轨锁扣，安装发射架底部的液压杆，将发射架安装到发射车上，零件没有粘死，可以实现防空导弹运输和发射两种状态之间的切换。安装发射车上的蚀刻片零件，装上轮子看下效果。制作导弹发射筒，发射筒是一体成型的，只需打磨核膜线，这点好评。小号手在这盒模型里没有给出防空导弹，但他家的 S300V 就有导弹，可能是导弹的型号不同。总之无法做出导弹发射的效果。将制作完成的发射筒安装到发射架上。发射车速组完成。为模型制作了一个地台，拖车模型本身很长，加上立起来的发射筒占用了一些空间，导致地台的长度接近半米，而地台的宽度考虑到没有其他元素，在场景里要做的尽量窄，所以如您所见，摆放好模型的地台场景已经溢出视频画面了。调整一下镜头，模型场景速组完成，开始涂装。参考模型峰会的涂装样式给模型上色，全车喷涂黑色水补土。水补土干燥后，土黄色喷涂发动机盖、前车头、发射车、绿色喷涂导弹发射筒、轮毂、红色喷涂导弹发射筒的盖子。漆面干燥后喷涂迷彩，青绿色喷涂车头，制作三色迷彩的第二个颜色。黑色喷涂迷彩的第三个颜色。发射车是双色迷彩，黑色喷涂迷彩的第二个颜色。土黄色喷涂导弹发射筒，制作三色迷彩的第二个颜色，黑色喷涂迷彩的第三个颜色。喷涂完成后给模型贴水贴，这台车的标志标识集中在导弹发射筒的盖子和筒身上。对应颜色笔涂模型的分色部分。给脱头的保险杠贴 3D 水贴的牌照。安装之前用透明呈喷涂的车顶警示灯透明件，为了避免模型胶水溶漆后通过透明件表现出来，用顺干胶粘接车灯。
撕掉车玻璃上的遮盖胶带。打开车门，清理车门上为密封使用的双面胶，取出驾驶室内阻挡气雾的纸巾团，给发热车设备支架上的线轴打孔安装线缆。开始旧化，还是老三样，这里就不介绍了。3D 车标字母水贴没有贴，赶紧补上。旧化完成后，组装发动机、风扇、水箱散热器，在发动机上安装空滤、排气管，将导弹发射筒安装到发射架上，点胶安装发射车上的轮子，备胎安装到备胎支架上，备胎支架安装到拖头大梁上，安装拖头的后挡泥板，安装拖头的轮子，点轻停胶到驾驶室的门轴折页处，安装车门，安装 3D 打印的雨刮器，将车头安装到大梁上，发射车的轮子按照峰会的样式点胶安装导弹发射筒的前盖，这里要模拟出实车用铁丝将盖子挂到车体上垂到轮子中央的效果。用旧化液给地台上色，地台干燥后涂抹白乳胶，支腿接地的位置不涂胶水，保持裸露。作为模型摆放的定位点，给地台植草。植草完成后，地台按定位点放入发射车，再接入拖头，调整好位置，展开发射架。模型制作完成。请您欣赏这个模型小场景的最终成品效果展示。在下期的视频中，您可能会看到。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让我们下期见。